你猜这样子维修要多少钱？7、8万，不止。应该要20万。大家好，我们是捷运汽车。那我们今天来到松江路要买一台 CX9。那这个车子很特别，就是呢撞到了，然后不修。如果原厂维修，它会把门换掉，金额很高，车价也会减损。所以我们来记录整个状况。那今天的助理主持人是，好突然哦，我东西都还没准备，我跟他这样，你就开始了。所以这个原厂出险，你问过价钱了吗？就是都还没有，那时候有跟陈先讲说，保险公司已经出险了。他说估完价钱，保险公司直接就对维修厂。你这个是怎么撞到的？你在旁边有一台车，然后就是转弯的时候太靠近，刮到它，然后就这样过去了。所以肇责是你比较多，是我责，全责是我的，已经处理了。所以你选择就是直接卖掉，不要再修了。不要再修了，不要再修了。我现在已经找好新车了。OK， 对，所以当初这个也是买新车嘛？都买新车了，这全新的。你有去原厂问出险的金额吗？也不知道。没有。好，反正就是我们去报保险的流程嘛，对不对？就是保险公司 OK 愿意赔，但是就是我们要去办下面的流程嘛，交给我们做嘛，对不对？那也就是说，我跟你打个合约，然后付你定金，你车子给我们去做下面的流程。对。你猜这样子维修要多少钱？以你们女生的角度，你觉得？7、8万，不止。10万。再多。15万。再多。20万。应该要20万。太贵了吧？因为原厂它一定会帮你把这个门换掉，这个门就大概要10万。那这些烤漆呢，原厂一片大概是在5000到8000，所以我觉得应该会在12到15万之间。超贵的。我们就是要记录这个东西。那难怪他想要直接卖掉。他这样是聪明的啊，就是如果他换了这个门，他的车价又会变得更便宜，大概要差5万块。那这台原本车价要多少？你猜猜看，马自达有 CX3、CX5、CX7、CX9。我们捷运汽车呢，现在提供一个非常方便的汽车二手车线上查询估价网站，只要呢在网站上输入 AUTOSTAR， 点选呢二手车线上估价，我们总共会有16个厂牌、160个车型，还有5000多笔资料，填上点资料呢，就可以给你一个最精准的收购价格哦，给你一个安心透明的一个中古车收购服务。所以它已经是9是最大的，算很好的。就像 BMW 有3字头、5字头、7字头嘛，马3大概是在100万。马上100万？我不知道马上100万哎。那这台150，大概要180、179左右，因为它这个车子7人座的，它的内装颜色很特别，所以这个颜色的内装，大概在收购价的话还要再减2万。你如果白内装、米内装、红内装都是要减钱的。那这台是2018年的5年车，新车180万，你觉得它现在我们收购多少钱？80。哎呦，他猜对了，85万，85万，直接少100万哎，少一半。但它里面看起来蛮漂亮的。这是一台好车啊，这个车子比较大台，然后呢，马自达的这个 CX9 卖的很少，所以比较不讨喜，所以它的市场行情就很不好。今年2018年的马3挣多少钱？65到70，大概60万。马3只有100万，这个多80万，就是越大的车它的损失越大。马3是年轻人畅销，很好卖。所以2018年的马3，我们收大概要60万，卖大概是卖67左右。买大车的新车损失很高，那这种车子就很好卖。我们在遇到，因为它真的是好用嘛。你现在在台湾的市场里面，你要5加2人座，就7人座的车80几万，我们整理完大概会卖90几万嘛，90几万的选择很少。我们等一下试车就知道。我们最后选择去原厂出险，对不对？为什么这么做？就是我想要分享给大家，原厂到底这样子的小事故，它会是多少钱？会是什么样的状况？我先跟他讲哦，我们在上一集不是有教他说，去买那种几百块的漆膜仪，去验车子的漆的厚度是有助于买车的吗？现在我们已经确定右边4块是烤过了嘛，跟原本是完全不一样。其实原厂烤漆烤得还不错，那我等一下也公布价钱。是不是说原厂的漆大概在100到180之间？它的引擎盖是145，而烤过的漆会是多少？300，好不好？它就没有办法控制在100多了，它就会在300、500之间跳。哦，400，这个已经到400。
那因为这个数据它是用 μ 的 ，μm 就是非常小的单位，并不会说它烤300、400，就是只有生产线的手臂可以喷到80、100这样这么细。台湾的所有后面烤漆原厂，即便是原厂，即便是副厂，都是人工喷涂的。人工喷涂，你再怎么样的厉害的师傅，大概就是喷在这个厚度啦，而且喷的比较厚也比较好。你看这已经到460。200，400到，这200，这片门喷的比较薄，你知道为什么吗？这个门原厂最后不能用板修的，修的好贵哦。然后再来就是这个门它换了一个新的，所以它的价钱市场行情价格会少1到2万。那我们这次我想想，为了要分享给大家，板修大家看过好几次了，我们就来用更换的。来更换有什么几个重点？原厂现在做的施工都做得很细腻，我们前面那些讲的内容几乎他都知道，然后都破解。为什么呢？第一个，它原本的车身识别贴纸把它贴回去了，但还是看得出端倪。你看这个旁边边有没有翘起来了？为什么？它撕掉再贴上去嘛，旁边就翘起来。更新的方法就是，你如果翘起来是不对的，这个还有可能是换过，因为这一片我们确定更换过嘛。然后再来，它这个有打胶，这个门边胶有打，但呢，现在也都是在原厂的规范里面打硬胶了，它打得很硬，可是呢还是有差别。这前门没有换嘛，对不对？在日本生产线上是宽的胶，宽的。那我怎么知道它是宽的呢？因为我去对比了其他另外2个门，也就是说这3个门都是宽的胶，只有这个右后门更换过是窄的胶，有没有？宽度不一样，但讲真的啦，这很容易中枪，非常容易中枪。它这个螺丝的调整，就是它转开的时候是很温柔的，所以没什么掉漆，只有这个比较锈蚀。可是它其他都没什么掉漆。现在原厂修的蛮细心的啦，比如说我关起来，你看哦，这都看不出来，就是你看不出来什么样的痕迹是可以怀疑这个门有换过。我们现在就等于是老师看过答案卷。回过头来跟你讲说，这题错的那种概念。但如果是我自己这个老师自己来做题解答的话，很有可能这题就会答错，所以其实蛮恐怖的，蛮厉害的。再加上它烤起来的这整个感觉，其实是漂亮的，质感是好的。现在来分享什么？这2个差异。你如果有保险嘛，有全险嘛，当然丢给保险公司没有问题嘛。这也就是为什么现在台湾的保险费那么贵。前保、右前叶、右前门。右后门、右后叶、右保杆，我们俗称是6片。我们自己在烤大概是3500到3800。那6片的话，大概烤漆的费用2万1。那这个门嘛，后门嘛，要板修嘛，那其实没有很难板，但就是需要老师傅愿意花时间。因为讲真的，现在原厂也没有什么这种钣金师傅了，他真的都更换，他就直接跟你讲钣不回来。为什么？因为他们没有这样子的师傅跟这样子的施工的 SOP， 因为钣的好跟钣不好也它比较难去界定跟管理嘛。那个部分钣金大概5000块，那加一些饰板，大概你如果是副厂的话，就是我们自己修的话，我们大概修大概是3万到3万5之间弄得好。而如果原厂的金额呢，你看原厂它就会给你细细长长，什么小零件都换。我上次那个马自达3事故车就是因为这样子赔钱的，每个都1000块、1000块、1000块好什么水切、饰条、防水衬套、纽扣，有没有？然后后保险杆其实是不用换的，但它换掉。好，我分享几个大样的。后保杆1万1，其实也还好。以这个新车价来讲的话，恐怖的是它这些板喷的工资跟烤漆的费用，前保杆烤漆要7500块，7500块很吓人呢。我们会抓原厂的费用，应该是我们的1.5倍，因为它有原厂的光环嘛，收比较贵也合理嘛，对不对？那如果是7500块，就已经是到2倍左右了。其实每一个都是2倍左右的价格。它这个不是说烤漆6000多块就是烤漆哦，它还会给你加什么调整漆的工时费用。哎呦，这我不懂为什么它还可以灌4轮定位进去。很恐怖啦。可是这一片门当然只有门皮啦，它没有其他的，没有内门饰板，什么都没有。这片门在马自达的成本右后门总成的金额只有14818块。哇，这门是真的是相对便宜。
这个基准呢，我们也不知道它是怎么去设定的。可是如果你今天假设你刚好是跟这个车主有事故，你要赔他多少钱？你知道这样总共金额多少吗？总金额我们外厂3万5，5倍153390，而他的工资就已经来到5万4，零件9万8，太恐怖了。原厂这样子，它有点像什么，你知道吗？温水煮青蛙。你如果打给我跟我讲说，刘先生，那个门一片14000块，你要换吗？我说好了，以后对不对？1万4我觉得合理。不好意思，我们这个加了总共15万。那整个落差真的是蛮夸张的。跟大家分享原厂的维修的金额会是怎么样，修出来的状况是怎么样。虽然我们刚刚骂它很贵，对不对？但我必须要说，它修得非常漂亮，细腻度很好，它做出来的。该注意到的细节全部都刚帮你注意到了。二手车上在看，就是你如果经验是没有像我们那么足够的话，没有那么细心的话，会中枪，就是会没发现的。所以现在很多车行，你知道他们看车怎么看车吗？查保险，查原厂记录，它就会有好几个装脚。看马自达车，打给马自达的。不过有人因为这样子，原厂的保养师傅被开除了。好啦，我们刚刚前面的内容分享了这个收购的过程嘛，180万的车，我们实际收购85万，其实这个价格还蛮惨的。为什么会这么惨？因为呢，这个车子有几个很大的缺点，它的税金比别人还要高 ，CX3 2.0，一年的税金1万7，这个呢就要来到2万2到2万3，22410。大 CC 数的税金比较高的，中古价就会特别的差。还有再来就是还有一个极大的缺点，它很重，对不对？然后它又是4轮传动，车子重，4轮传动，这都是什么样的组合？耗油的组合。你知道这1公升可以跑几公里吗？一般的车平常大概一样休旅车大概是12到15。10公里？跑不到10公里？我们刚刚在这个中间的中控萤幕电脑里面，它跳出来的油耗数据就是1公升跑5.2公里。那当然，因为我们刚刚都跑市区，对不对？那走走停停。可是呢，这个油耗是非常吓人，因为它本来的架构全时4轮驱动，然后车子重，高转速的大马力自然进气引擎，这样的组合其实油耗就会很不好。中古车最在乎的就是实不实用，好不好用，务不务实。税金大，油耗差，再加上这个牌子马自达，你200万的马自达势必就是不讨喜。马自达的车子大概80到120是它最主流的市场，你卖到170、180就变成是已经超过它品牌价值了。它很多地方就是硬要把马自达做得很豪华，可是不伦不类。你知道这个铝圈几寸吗？不知道，但看起来蛮大的，很大，对不对？这是20寸的铝圈，看起来好像配备很好，很豪华。但是养这台车的时候，20寸的铝圈，轮胎特别贵，这一条轮胎要1万块，4条要4万块。你如果是用17寸、18寸的轮胎，我们比如说普利司通就好，3500到4000都有。这么尺寸那么大，它就要来到2倍的价钱，所以很不务实。其实照理来说，这样子的颜色是故意要让它的质感变得很好。对啊，就是它想要增加很多镀铬的内容，然后把这一个车子营造成好像很豪华一样。但讲真的，你不觉得这个颜色很老气吗？就比较少见一点，比较少见一点。我自己的觉得就是这个颜色就是很土很老气，就会让你觉得这台车子并不是一个年轻人在开的。当然它也有很多好的配备，比如说 BOSS 的音响，就是刚刚放音乐的时候，它这个整个车子里面的音质效果是很棒的。为什么？你看有没有音响？有，左边一个，中间一个，右边一个，每个门2个，正常是8支，它多了前面它就有11支喇叭，又是 BOSS 的，所以这个车子的音质很棒。可是呢，我们把它发动，你都已经把马自达的品牌卖到180万，你还是一个指针型的仪表，然后会让人家感觉很阳春。现在的车子大部分都液晶全彩，然后数位仪表很漂亮。那再来就是，觉得它的画质没有那么清晰，是不是？它的这个中间显示幕，第一个很不错，有环景，画素其实很差，这个应该没有720p。影音设备这么便宜的状态下面，它这个算很糟糕的。其实它这个中间的显示幕跟一般的马3一样大。你如果马自达3卖你80万这么大，那你 CX9 卖你2倍的价钱，你就不应该用同样的配置了。所以这个其实是蛮糟糕的。就没
没有，就固定在这里。这是固定的，哦这是固定，没办法伸缩，好像可以伸缩，对不对？看起来这没有办法伸缩。然后好 ，OK， 说装区恒温模式切换，电子式手刹车其实都很普通，包含你看180万的马自达还是用小天窗，这个价位的车子。该配的休旅车应该配全景天窗，你都已经是 CX9马自达旗舰车型，配一个小天窗，其实配备诚意是蛮差的。接下来我们来看后座空间。我刚刚其实坐在后座的时候，有看到这边，觉得坐的蛮丑。我们来看一下，就是呢，第一个，这台车子它的离地高度很高，所以代表什么？你知道吗？代表其实像我这种178公分的。我的头部空间已经不多了，正常休旅车的头部空间不会只剩一个拳头，它把这个座椅垫得很高，然后这头部空间全部都失去掉，很可惜。那为什么呢？因为它要做一个很大的滑移座椅，它这个滑移的座椅就是为了要让后面的空间可以再坐人。我现在把它调到最底，它这个车长已经到5.1米了，5.1米的车长只有一个拳头的大小。跟前座只有一个拳头大小，其实空间感是很不好的。后座空间会用的几率是不大的，而他为了要有后座空间可以坐成年人，他就把中排空间做了很大的牺牲，所以呢就会变成是这台车的定位，我觉得很不恰当。为什么？180万，如果你是真的要载那么多人，要每个人坐得舒服的话，当然阿尔法要290万嘛，出一个就 Granvia， 就是稍微比较商务车一点点的概念，没有到那么的豪华，没有那么细致，可是那个空间感就很棒，就是你每一个人坐起来的空间的开阔度都是很舒服的。好，那我们来试一下后座，好不好？女生这样子坐躺，那个脚也是蛮挤的，蛮挤的，对不对？你看文文才几公分？怎么裁？怎么会用裁嘞？我在女生里面也不算矮的，好不好？就是163。甜甜你几公分？167。又攻击到甜甜的。好，然后呢，往前推一点点。我就为难我穿裙子了。没有人要看你那边啦。哦。好，可是其实这个车子就设定很奇怪，为什么呢？正常我们做马5、做甚至 Q7，甚至 XC90，就是后面的空间都没有这台大。你如果是真的是很在乎后排的，这已经可以坐成人了。对啊，那大部分第3排都会是坐小孩。你想想看了，如果成人都可以坐，这个头部其实也够多。它这个的设定，一半是休旅车的感受，一半呢又是可以符合3排座椅都是载人是舒适的感受，还是 Previa 或者是这个 Odyssey。在那样的价位里面，它其实比较适合做6个人的设定。车子是这样子，当你的这个车子在那个价位里面好卖好用，然后大家都抢着要，它的市场行情就会比较好。那像这个同样是180万的新车价，因为它有很多的隐含缺点，只要是不符合务实取向的需求，那个车子的中古价都会很差。真的很差。我真的觉得180变85不可思议耶。好，我们最后来看这后座空间。要先放我出去啊？不用了，你就在这边呢。要放我出去啊？那这个车呢，为了要休旅车的设定，所以其实很绕过来，有没有？就是这边是很窄的，一般的这种6人座5+2，它这个行李箱空间在没有倒平之前算很大的。这样算很大算很大的。放不下，就代表这个虽然你可以看得出来它预留的大小很大，可是呢，这个什么东西都放不下去。好，那我们一样还是把它倒平。其实你可以看到一个东西，这一个空间不好运用。可是如果要再放的话，第2排还是可以放倒的吗？当然你要更大也可以，可是呢，我们这个后排空间很大，对不对？所以你等着放下去，平躺下去了以后，对不对？这一个的面积表面积很大，就是很宽。可是你有发现一件事情吗？高不高哦？比如说我今天要来立着一个28的行李箱，我就放不下去。也就是说，这个设计师他在设计这一个行李箱空间的时候，浪费了很多空间，但是这个行李箱很不好用。你不觉得我怎么摆都怪怪的吗？因为他为了要掀背下来、休旅下来，做的不方正嘛，不方正，空间的可利用率就不高。我会觉得这台车
设计的蛮失败的。配备介绍的部分我们就分享到这边，下一个环节我们去实测性能嘛，账面马力号称有230匹，我们来测测看它0-100加速的秒数多少。然后这个头批2018年的AEB 刹停自动智慧驾驶跟车的系统，我们来看一下它的表现如何。那我们一样来测这 CX9 的0-100加速，这引擎蛮可惜的，现在新款的已经是 2.5T 了，所以虽然它的账面上的马力有230匹，可是配上这么重的车重，我觉得这0-100加速应该不会很好。那一样，我们把这个车子调到最运动化 Sport 模式，关闭它的循迹防滑，好，3000转起步 ，Go。9.15秒其实蛮快的哦，因为为什么呢？第一个，这个车子真的很重，它已经长到5.1米，然后重已经到接近2吨了。道理来说，出力正常都不会超过200匹，而它把它调到230匹，大部分都是因为它扭力不大嘛，所以呢，它大部分是可能要高速的部分，80到150的部分才是它的擅长的领域。而我们0到100，可以有到9秒，而这个车子又那么重，然后你对比很多车子嘛，比如说我们有测的X5，大小差不多嘛，X5 25D。那它的0-100加速大部分就也是在这个水准哦。他山的20i 这个184匹的这颗引擎，那0-100加速也差不多是8秒尾。用这样的数据来实际测试出来，给你一个买这台车的参考。那接下来我们去测 AEB 这个2018年刚搭载的这个马自达的 AEB 系统，看它的表现，实际状况会是怎么样的。看哦，它这边有一个 设定嘛，对不对？这个 DRSS 嘛 ，DRS 车距辨识辅助系统就是我们的跟车系统 ，SBS 嘛 ，SBS 智慧型刹车辅助系统。那我们把这个 SBS 这个部分调到警告距离最近，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得出来这一台车有几个功能，有跟车，有自动刹停。有盲点、车道偏移警示跟车道偏移防止这两个不一样哦，所以这个 Lane Keep Assistant， 防止跟警示不一样，就是警示就是你碰到线它会叫哔哔，然后方向盘会震动，那这个呢碰到线会拉回来。不过呢，在2018年的时候，它这个没有办法就是很维持在线上，就是会碰到进来，碰到进来，没有这么的准确，但还是属于 Level 2。哇，好，是不是？还好第一个30而已啊，30。这个刹车力道蛮大的，然后真的刹住哎。当然啊，比较突兀一点点啦，但没有对错。那等一下再快一点，我没系安全就会飞出去哎。那你不要吸啊？不行啊，怎么可能不要吸？为什么测这些东西，你知道吗？因为30、50、70，它对于不同的时速碰到镜头辨识这个障碍物的时候呢，其实就是反应速率。你如果能70都可以去做这个刹停的动作，就代表真的哪一天你没有注意到，然后遇到这样状况的时候，它可以救你的命。但当然你还是要注意啦，比如说还是很多人什么开特斯拉在高速公路上，然后就有撞到那个施工车，大部分的原因是什么？你知道吗？因为他们太相信特斯拉的车主在车上睡觉，睡觉，真的啦，我没有骗你，太猛了吧！可是特斯拉是真的是最准的。那我们第二次实测50公里，也太快了吧！好，50咯，我们慢慢让它速度降下来，现在在52左右。比较可惜一点点，其实它大部分的力道是刹住的，但是呢，你轻轻点到一下前面，其实这个表现算不错的，可是就差那么一点点。你如果这个前面真的是一台车，是一个障碍物的话，其实你碰上去的车子的车损，跟你受到伤害其实也不高啦。快的车子更快。70啊，我们要3个数字。哦。啊？为什么这次比较远呢？因为我要加速到70啊。好了，那70公里哦，第3次。70了，太恐怖了！他
70公里，它有识别也有刹车，但它这个刹车下来的力道是不足够把车停下来的。也就是说，所以它撞到了以后，它的这个刹车系统就放掉，就继续往前走。可是它刚30的那个刹车力道蛮够的啊。因为这个东西是这样子，它也不可能太早辨识，然后它辨识又不能是太敏感。因为如果太敏感的话，就很有可能是小小的一个错误，然后让车子刹车，那这样子会让你其实一般行驶的时候会被吓到。现在很多车都有这个功能，不过说真的，这是2018年的系统，这是5年前的系统。5年前的系统可以表现到这样子的水准，是真的是蛮不错的。分享给大家，就是这2018年的马自达 CX-9 的所有的测试。好啦，就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。那如果你觉得我们的内容是不错的，那也帮我们留言，帮我们做分享跟留言都是对我们的一个赞许。拜拜。OK。我觉得你要不要买台车开开？我没有钱，不好意思。可以贷款啊。没钱啊，房贷还不完还买车。房贷是一种投资啊，是一种正资产啊，对不对？房贷可以增贷，你知道？没办法再增了。你刚刚不是说这椅子坐起来很舒服吗？椅子很好坐啊。对啊。这样灯光很好有没有感觉？你看一下荧幕，我觉得算还是关起来，然后差不多。我觉得你可以买一台给就是男朋友开啊。就算我有男朋友，我为什么要买一台车给男朋友开啊？你有能力呀、啊。凭什么是？那我干嘛不就直接交一个有能力的男朋友就好了？我是觉得甜甜比较好买，不然甜甜你回来坐前面。你觉得这台车你的感受怎么样？如果没有看到它一开始是什么牌子的话，我会以为它是进口。如果你有180万，你会买什么车？宾士的休旅车。那我问你，一个男生160公分开宾士，跟180公分，这问题你问过很多次了。你会选哪一个？选当男朋友还是坐哪一台车？当然是选当男朋友啊。160公分我是真的没办法。甜甜你几公分？160。那180公分，那个可能相处看看。所以搞了半天跟骑车都没有关系，对不对？如果我今天想要买一台进口车，然后我原本开别台车，那我现在要去买一台进口车，那我原本的车，比如说好，我去宾士买好了，宾士会帮我处理吗？应该是这么说。你通常大部分我们遇到90%的客户，他为什么会把旧车卖掉？就是他换了一台新车嘛。包括刚刚这客人说他换Skoda嘛，对不对？正常新车业务是会去询问他旧车有没有要处理，他们都会去找熟识的车商，每个业务就有配合的，也有他们原厂有中古车部。但因为比如说宾士的原厂中古车部，他们大部分都是买宾士的车子，像他如果是用这个马自达去换的话，宾士就没有买马自达。那个业务呢，就会去，就是这个业界都会有比如说哪一个车商他是买福斯、奥迪是比较多的，就会有人问我们，业务就会去比价，就是问好几个车商，他会帮你处理。这个车商刘姓车商85，诚信车商83。价钱比较高，就帮你卖那个车商。对，他就找那个车商。我买宾士，然后我原本是宾士，那我再就是他帮我处理掉那台车，通常价钱不会比二手车商高啊？不一定，因为原厂呢，大部分原厂如果是3年内的车子，他们可能比较会处理，比较有客户，月薪的有客户。可是你今天如果是5年、8年、10年的宾士，他们没有这个客户，他自然他收购的价钱就没有那么高。最好去找这个商家是擅长这一个车型的，那他就会愿意买高一点，因为他手上有客户嘛，他卖得掉嘛。那原厂大部分是，我建议大家是，你可能3年内的车子，你还是可以多比较，但呢，3年内的车子原厂有几率是估的价钱是比较好的，原厂也怕麻烦，所以他们尽量买都是买保固内的，因为保固外他没有办法帮客户修理嘛。那保固内他们就请他们原厂的维修厂处理就好，所以大部分原厂的中古车部都是卖保固内的，大部分都这样。因为会有压力嘛，就是像我们以前在当新车业务的时候，的客人可能会说，你这个旧车一定要帮我卖到100万，我才要跟你买新车。那他可能去外面问都只有90到95万，所以他会去想办法，因为旧车估的越高，就代表他新车要付出的钱越少嘛。对啊，所以比较聪明或者是比较不好处理的客户，他就会开这个条件，所以这个业务他就会去想这些办法。今天这车呢
2023年耗资1000万打造了一个二手车旗舰赏车中心。看到后面这一块是我们维修保养的一个区域哦，针对呢进口车、国产车有各式保养的维修服务哦。我们还提供了美容、有洗车、打蜡，甚至是镀膜的服务哦。我们呢还特别提供了租车服务，像外面呢要3000多块的马3，在我们这边只要1700块。那如果呢您是临时需要代步车的话呢，我们有500块和1000块的车型可以做选择，以下这些车型都可以做参考。现在呢场内有140台车辆任君挑选，我们还特别提供了捷运站接送，全场免定金试乘。那我们赏车地址是台北市北投区大渡路1段21号，服务专线是0917435209。